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疼？那就是傅先生。1年前车祸伤了眼睛，总裁位没了，女朋友也跑了。布丁哥哥，小瓶盖来找你了。失散之后，我成了大明星。本以为你也会过得如意，没想到。傅先生现在排斥任何人靠近，连治疗都不配合了。既然他不让正常人靠近，那我就假装成哑巴陪在他身边，跟他同甘共苦，做他的眼睛。苏小姐，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他值得，带我进去。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滚，都滚！傅先生，这位苏小姐天生雅集，是新来的护工。不会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我知道这是属于我的天空，但我有更想看的星辰大海。7年了，姐姐，我后援会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过找你，我们都在等姐姐回归。我们已经巡回找姐姐526个城市了，一定要造起来，让姐姐看见我们对她的爱。对，姐姐感受到就会回归的。妈妈，你怎么看得这么出神？你也是蒙面歌后的粉丝吗？随便看看。我相信他很快就回归了。谢谢姐姐，这个送你。妈妈，爸爸真的明天就能看见我们了吗？当然呀，我已经问过医生10遍了。太好了，那爸爸就能看见我在文艺汇演上的表演了。告别乐坛这几年，我嫁给了之恒，还生了瑶瑶。等之恒拆下纱布那一刻，瑶瑶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上，我就忽然出声唱歌，给他们一个超级大的惊喜。还有，我们家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成员了。是爸爸，爸爸纱布拆了，爸爸能看见了。之恒，太好了，你能看见了。小瓶盖，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之恒，我们都成年了，就不要叫我小瓶盖了吧。当年傅之恒找错了人，误以为我就是蒙面歌后，是他找了无数年的青梅竹马小瓶盖。从那之后，我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是他宠在掌心的人。那是许佩晨，之恒前家照片上的女人。好，以后我叫你佩晨。之恒，当年你出事之后，我本想来照顾你，但是被我爸逼着嫁了人，还有了个孩子，所以后来你给我打电话，我只能狠心跟你说那些绝情的话，你不会怪我？不会，我永远也不会怪小瓶盖。那就好。这是我儿子许狼，我跟他爸爸已经离婚了。小狼，快叫叔叔。傅叔叔好。真乖。啊，瑶瑶，你是瑶瑶？我是瑶瑶。太好了，妈妈，爸爸真的看见我了。你是余音？老公，恭喜你，以后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之恒，这就是你在病中娶的哑巴妻子吗？她是我妻子。你好，我叫苏云音。我妻子她不会说话。真的不会说话呀？之前听说你娶了个哑巴，我还不可信。毕竟你眼光那么高。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福气好，在之恒受伤的时候能陪在他身边，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当富太太了。我是之恒明媒正娶的妻子，
不是挟恩图报。之恒，他在手舞足蹈什么呀？余音，别再比划了，我们都看不懂。对哦，之恒以前看不见，你们可以通过盲文沟通。如今你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他做手语，那你们要怎么沟通啊？我可以教爸爸，也可以帮爸爸翻译。我妈妈还可以写字，好不方便啊！还好我的妈妈又漂亮，声音又好听，不像你妈妈是个哑巴。不是你说我妈妈。哇，他推我，我叔叔他好凶。瑶瑶，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快跟哥哥道歉！瑶瑶没有做错，她只是维护我。维护你什么？难道朗朗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是嫌弃我不能说话吗？苏雨音，你竟敢给我下药！我只喝过你送的牛奶，你还狡辩！我还以为你是个安分的，我那么信任你，没想到你竟然用这么无耻下贱的方式！你不就是想嫁给我要我的钱吗？我成全你！是不是？当年如果不是你算计那一夜，还怀了瑶瑶，我不可能娶你。但毕竟你照顾我这么多年，没有别的大错，傅太太的位子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要我解释多少次？真的不是我给你下药。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你在家好好带瑶瑶。佩晨是为了我才放弃了他的歌唱事业，我欠他的，必须还。佩晨，走吧，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那片闪耀的舞台。你会后悔的。我从不欠你什么，如果你选择离开，我不会后悔。你说你不欠我，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傅知恒，你不后悔，可我后悔了。你说的那是成为抵达，热情就慢慢融化。妈妈，你不舒服吗？你怎么就像瑶瑶自己来医院了？佩晨，爸爸，走吧。是爸爸。就是复发，有些爱情真的想办法不想。苏玉音，苏玉音到了吗？人流手术后1个月不能同房，忌凉忌辛辣。陪护来了吧？先进来吧。找爸爸，对，我去找爸爸来。佩晨，你不该为了我退出歌坛，等你治好嗓子，我一定把这些年你失去的全都补给你，让你回到属于你的舞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归，而是你过得好。瑶瑶，你怎么会来？妈妈呢？爸爸，你快去救救妈妈！妈妈去了一个好冷的地方，关着一扇很大的门，门口还亮了一盏红红的灯。怎么回事？走，我们现在就过去。考虑好了吗？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真的要打掉？就在那边。世恒，余音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世恒，余音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瑶瑶，妈妈真的生病了吗？是真的，我没有说谎，爸爸，你相信我。这么凑巧啊！
刚好我来看嗓子，你妈妈就今天生病，这么多家医院，还刚好就跟我在同一家医院吗？我考虑清楚了。瑶瑶，你去妈妈那边吧，爸爸还有事要忙。爸爸，瑶瑶没有砸我，妈妈生病了，妈妈真的生病了。我一直知道那个女人没安好心，现在竟然连孩子都利用，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让妈妈失望了，妈妈才会哭，妈妈才会整夜不睡觉，妈妈才会生病的。瑶瑶哭得这么伤心，难道余音真的生病了？你出来呀，妈妈！瑶瑶，小贝，妈妈就在这里面，你别喊她出来呀！手术室，是手术室。瑶瑶，你别胡闹！妈妈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在手术室？我看见妈妈进去的，医生叔叔，我真好后悔。后不后悔？难道是？妈妈，瑶瑶，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你好好在家待着吗？我爸妈妈出事。余音，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傅叔叔，你不是说要陪我去买长命富贵锁吗？什么时候去啊？我都等不及了。长命富贵，傅志恒，你对我们的孩子不闻不问，却陪别人的孩子买长命富贵锁。爸爸，这里好冷，我们赶紧送妈妈回家吧。原来不是手术，是做宫腔镜检查。什么？宫腔镜？那你看，他手上的报告单不是写了吗？苏玉音，我真是蠢，我怎么会相信你真的生病了？之前是下药，现在是装病，这种把戏你到底还要玩多久？余音，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志恒接触，所以才故意这样？可你再怎么嫉妒，也不该教唆一个小孩子帮你说谎啊！大不了我以后不见志恒就是了。佩晨，该反省的不是你。苏玉音，别再作妖了，你能不能懂点事儿，给瑶瑶当个好榜样？又怎么了？你最好是真的有事儿。又怎么了？你最好是真的有事儿。明天的文艺汇演，瑶瑶有演出，她一直希望你能去看。知道了，我会去的。给瑶瑶圆了这个愿望之后，我们就各自自由。妈妈，爸爸真的会来吗？爸爸答应的事会做到的。这次我会签约几个小童星，你们继续找蒙面歌后。这女人当年竟敢不辞而别。是他，余音，我找到他了。我的瑶瑶小宝贝在哪儿啊？听说瑶瑶有表演，我和朗朗也来看看。余音，你不介意吧？佩晨在歌唱方面很有天赋，让他教教瑶瑶，瑶瑶也能进步。苏雨音，傅太太的位子我让你坐了几年，现在我回来了，就该还给我了。志恒，余音好像不太喜欢我，要不我还是走吧。余音，佩晨在跟你说话。阿姨该不会耳朵也聋了吧？你妈妈才聋了。瑶瑶，怎么说话的？是她先说我妈妈
朗朗哥哥是男孩子，他只是比较调皮，但并没有恶意。可你却分明是在骂人。瑶瑶没错，如果连家人都不保护，那才是畜生不如。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怎么不会说话了？哟，副总，真是副总没错。听说你眼睛好了，恭喜恭喜啊！谢谢。副总是那个失明青年眼睛好了之后，立刻以雷霆手段改革富士集团的副总。真没想到学校还有这样大人物的孩子。苦尽甘来，副总之后肯定有大运。咱儿子跟他孩子同班，让他们多在一起玩玩。想必这2位就是傅太太和小公子了吧？他们啊，哇，妈妈，你看，这是徐朗，就是我转学前班上那个没有爸爸的同学。你胡说，我有爸爸，这就是我的爸爸，他明明是我爸爸。副总，这2个到底谁是你的孩子？当然是我的爸爸，爸爸对吧？是我的爸爸。爸爸，我跟同学们都说了，我爸爸长得特别帅，对我特别好。我还说你今天一定会来，他们都等着看你呢。爸爸，快说我才是你儿子。爸爸，我是瑶瑶，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因为你从没在学校露过面，瑶瑶在学校里曾受过欺负，这也是她想让你来看文艺演出的原因之一。志恒，朗朗从出生就被人嘲笑没有爸爸，你可以帮他扬眉吐气一次吗？到底谁才是他孩子啊？我才是男孩，他离副总更近。女孩的家庭我知道，妈妈是个哑巴，副总怎么看得上她？小女孩真惨，妈妈哑巴，缺爱到处乱认爸爸。我没有乱认爸爸，爸爸你快说话呀！志恒，拜托了，之后我会亲自向余音和瑶瑶道歉，但请你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上，就帮我们这一次吧。这个男人就是她老公吗？傅志恒，我照顾了你整整7年，是条狗也会冲我摇尾巴了。你是瑶瑶的爸爸，要眼睁睁看她受委屈吗？志恒，拜托你，爸爸。你可千万不能让苏雨音失望。爸爸妈妈在台下看她表演，是瑶瑶最大的愿望。布丁哥哥，你说过会答应我任何事。朗朗才是我儿子。朗朗才是我儿子。爸爸，余音，瑶瑶，小瓶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原来傅瑶瑶才是没有爸爸的那个啊！到场了，小朋友家长到后面等候。苏雨嫣，你错了，为什么要打志恒？瑶瑶她什么都有，我是她爸爸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但朗朗不一样。你这么替别人儿子着想，那就给他当爸爸吧。苏雨嫣，你怎么这么自私无情？我看相比起没有爸爸，有你这样一个哑巴妈妈才是更值得嘲笑的事儿吧。哑巴妈妈。从今以后，我和瑶瑶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带着你珍视的人，给我滚！志恒，他这是在威胁你啊！可他不知道，你最讨厌被人威胁了。这些年，你吃他的、穿他的、用他的，你连一双袜子的钱都没挣过吧？跟他离婚，你要怎么活啊？余音，我知道你只是不喜欢我，误会我和志恒的关系，我可以走的。你没错。
苏玉音，只要你现在服软，我可以不计较之前的事儿。你想让瑶瑶没有爸爸吗？你想。可是我本来也就没有爸爸。瑶瑶，爸爸只是……我曾经以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可你不认我，我也不要认你了。瑶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傅瑶瑶从今天开始不要姓傅了，我叫苏瑶瑶。我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妈妈，以后瑶瑶照顾你。于音，瑶瑶，志恒，我忽然觉得嗓子好疼啊！我这就送你去医院。小瓶盖才是我最重要的人。于音，这几年你过得很苦吧？还好，我找到你了。下面有请3班的小朋友傅瑶瑶。青山上雪桃花开放，开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是瑶瑶的声音，小瓶盖，你还记得吗？这首歌你小时候也给我唱过。我有一天竟失去了远方，好听，真是太好听了！这个年纪对音乐就有如此掌控力，长大了无敌啊！小宝，你看这个妹妹比你年纪小，比你唱的好多了。听这小女孩唱歌，让我不禁想到了蒙面歌后。不许你说我妈妈！妈妈，以后瑶瑶照顾你。好像我放不下离开你的身旁。谢谢。小朋友，你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你的老师是谁啊？是我妈妈。你妈妈？可以请她上台吗？妈妈，你愿意上来吗？可以请她唱着歌上来吗？我妈妈她不会说。志恒，我们走吧。志恒，我的嗓子真的疼。谁还在听着天气的？你脸上印
心情谁能明白？雨已经停了，手还在左右。小瓶盖，是小瓶盖没错。布丁哥哥，你放心，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把你从孤儿院接走的。那我一定带你一起走，我和你永远不分开。布丁哥哥，我给你唱歌吧。好啊，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听都听不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雨已经停了，手在小瓶盖，是小瓶盖没错。谁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说向往大海。谁翅膀没张开，却追得很无奈，只能留下来。等到四季轮转，候鸟回来，天空已空了很久。等风这是蒙面歌后的声音。蒙面歌后？不可能吧？是蒙面歌后！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我说我投降，我不会这么做的。放着歌后不做，来做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当个家庭主妇。可她妈妈不是聋哑人吗？真的会是蒙面歌后吗？手上脱下骄傲放低姿态，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原来你没有哑，雨夜，你怎么这么傻？余音，怎么是你？回到那棵树上，脱下骄傲，怎么是你？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自由和爱情哪一个会感到释怀？没有你的未来，我像只海豚迷失在大海，像那无法预知、无法触摸的爱。蒙面歌后出现了，他终于出现了！我为他写了7年的歌，终于可以献给他了。立刻带上一张空头支票，我要去和歌后约新剧主题曲，不管多少位数，金额随他开。什么？蒙面歌后现身在一个小孩子的文艺汇演上，快！我们立刻去见歌后。我跟佩晨在一起那么久，没有再听他唱过歌，难道我找错了人？他才是小瓶盖。我给你唱歌吧。好啊，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听都听不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不知疲惫，只往前飞。谢谢大家。
瑶瑶，跑吧，一会儿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可就跑不掉喽。妈妈，你怎么突然会说话了呀？而且你唱歌好好听哦。妈妈没有给你丢脸吧？当然没有，妈妈最厉害啦！我刚刚看见好多羡慕的眼神。以后妈妈一直会是你的骄傲。妈妈，那你真的是蒙面歌后吗？我余音，你在这儿？你怎么会说话了？你是不是蒙面歌后？你是不是小瓶盖？原来你还记得小瓶盖？说，你说，我是谁？有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原来是蒙面歌后的粉丝之一啊！粉丝？傅之恒，你眼睛能看见之后，我一共给了你3次机会，可你都放弃了。你知道是哪3次吗？3次机会。回答出来我就告诉你。第一次是我赶去手术室看你，第2次是刚才你让我承认是瑶瑶的爸爸。是的。还有第3次。有。第3次是什么？傅之恒，你眼睛能看见之后，我一共给了你3次机会，可你都放弃了。你知道是哪3次吗？3次机会。回答出来我就告诉你。第一次是我赶去手术室看你，第2次是刚才你让我承认是瑶瑶的爸爸。是的。还有第3次。有。第3次是什么？这个答案要你自己去找。什么时候你发现了，什么时候你就知道想要的所有真相。还有事儿？我的眼睛是治疗之后才好，你没有治疗，为什么忽然会说话？他不会说话才不正常。乔年，你怎么在这儿？来签约几个小童星，没想到就遇见你。余音，他是谁？安乔年，幸会。傅之恒，听说过傅总、傅之恒，傅氏集团掌舵人。在商场上，我是傅总；在家里，我只是余音的老公，瑶瑶的爸爸。是吗？如果刚才我没看错的话，你好像生的是个儿子，名字叫郎朗。刚才是事出有因，但我跟瑶瑶的血缘情缘是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傅先生这么自信？这一点自信当然有。蒙面歌后，蒙面歌后在这儿，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歌后，我是一个写歌的，我特别喜欢您，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看看我为您写的歌，分文不收，只要您愿意唱，我的写歌生涯就圆满了。这是金牌唱作人，多少顶流求他写歌，他都爱答不来理的。歌后，看看我的新剧，希望您赏脸来唱主题曲，金额随您开，想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您。这是国际著名导演。歌后，您这次复出需要人为您策划吗？我们公司您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这是星耀公司的大老板，娱乐圈造型最牛逼的存在。歌后，答应我吧！歌后，答应我吧！答应我吧！看样子我养活自己和女儿是不筹钱了。瞎想什么呢？你可是万众瞩目的歌后，怎么可能筹钱？雨欣，她才是真的蒙面歌后。他根本不是，我才是。你说什么？你是蒙面歌后？对，没错。余音，你是听说了之恒跟蒙面歌后的过去，所以才故意安排这一出，想让他误会，好留在你身边吧？你的意思是，苏小姐是模仿？
可我刚刚听了苏小姐的歌声，确实是歌后的声音。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听我唱。可我刚刚听了苏小姐的歌声，确实是歌后的声音。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听我唱。那你唱2句试试。我的嗓子出问题了，只能清唱2句。你唱吧。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知道你会一直为我颠簸，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这个许佩辰模仿的还真挺像，这声音确实也像蒙面歌后，可是只唱这么2句，而且还是甜歌，还是很好模仿的。我都说了，是嗓子出问题了，不过很快就会好了。到时候志恒那场歌后回归巡演就交给你办。你还敢举办歌后回归巡演？我当然敢。许佩辰模仿1、2句是不会穿帮，但是如果是巡演，你假冒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这不是你这个冒牌货需要考虑的。我会在巡演第1场摘下面具，让我所有的歌迷都知道，蒙面歌后叫许佩辰。flag 别立太好，最近多雷多雨，那你就等着看。反正我有可靠消息，蒙面歌后早就已经死了。我苦练这么多年模仿他的声音，他死了，刚好就该我捡漏了。我等着。你要去哪儿？差点忘了，我跟你的事儿还没有解决。解决？你想怎么解决？苏雨嫣，别再闹！我从来就没有跟你闹。当初你向我求婚，说的是兴许100年，真没想到100年这么快就到了。雨嫣，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傅志恒，我们离婚吧。离婚？是因为他？你觉得有人给你撑腰了，所以你有底气提离婚？傅志恒，这7年，你原本只是眼睛看不见，但现在，你才是真的眼狼心下。遗忘过去，繁花灿烂在天际。布丁哥哥，我曾登上过最璀璨耀眼的舞台，台下无数观众为我呼喊疯狂。为了一份纯粹的爱情，我选择退出歌坛，假装成哑巴陪在你身边，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结局。你来了，来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其实不用，等把这些事情处理完，我会走的。这还有什么要处理的？你带着瑶瑶，我带着你和瑶瑶买架飞机，连夜走。你们想去哪儿？苏雨嫣，你胆子可真是大！竟然把别的男人往家里带！我跟傅之恒要离婚了，我带男人回家，不可以吗？
你真的会说话了？养了7年，说好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阴谋？你是不是想害我儿子？他跟你儿子朝夕相处7年，一天喂他吃1颗发芽的土豆都能毒死。他想害人，你儿子还能活着。你们欠余音那么多，你不还就算了，还倒扣一顶帽子。我们欠他，这7年他在我们家好吃好喝，怎么？他是为我们之后养的吗？他就心虚了是吧？看在你是瑶瑶奶奶的份上，你现在离开，我不跟你计较。不跟我计较，苏雨嫣，你配得上我们之恒吗？想想你过去拖地、做饭、带孩子，你还会干什么？啊，男人不回家了，知道打扮了，以为这样勾引我儿子就能让他回心转意吗？你也配？我不配，当初可是你们傅家引我进门的。那是因为当时我儿子眼睛看不见，才心软让你攀高枝。我儿子喜欢的一直都是他的白月光佩晨。他呀，其实是蒙面歌后。当初我儿子受伤，他哭哑了嗓子才退圈。就冲他对我儿子这份深情，你就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我照顾了傅之恒整整7年，比不上许佩晨说自己哭哑嗓子。对，就是比不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妈，你来这儿干什么？我照顾了傅之恒整整7年，比不上许佩晨说自己哭哑嗓子。对，就是比不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妈，你来这儿干什么？儿子，你回来的正好，苏雨音居然带野男人回家，你快把他给赶走！韩乔年，雨音，你既然把他带到家里来了，你就不怕瑶瑶？你有什么资格提瑶瑶？你当着他的面认别人当你儿子的时候，姐，你想过瑶瑶了吗？瑶瑶她懂事，她懂事就可以欺负她，要她处处忍让吗？瑶瑶这2天睡觉都不踏实，梦里都还在哭。这些是你这个当爸爸的给她受的。这几天我会多陪陪她。不用了，迟来的父爱比草贱。于燕，你别误会，这离婚协议不是我。挺好的，省得我去打印了。你认真的？你这么迫不及待跟我离婚，还说不是因为他？傅之恒，不要因为你的心肮脏，就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肮脏。什么时候去领证据？天一亮就去。别人家闹离婚，做婆婆的心里再不满，表面也会装着劝和。你竟然迫不及待让他们离婚，傅之恒，余音这些年在你家就是过的这种生活。如果苏雨音有佩晨一半有本事，我也会劝和。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指着我的脊梁骨笑话我让我的哑巴儿媳妇进门，还说我傅家断了后了？妈，瑶瑶是我女儿。对啊，是你女儿，但你现在眼睛能看见，想要嫁给你的女孩早就排成长队了，想要多少个儿子都有。更何况你还有佩晨和朗朗啊。那个朗朗，该不会真是你儿子吧？当然不是。佩晨能生第1个儿子，就能生第2个，不像有些人还不知道有没有儿子命。儿子啊，你放心，瑶瑶跟着苏余音绝对不会受亏待。等瑶瑶长大了，她还能不认你，不认我这个奶奶吗？不错，很会做梦。既然如此，我们对于女儿的归属权就没有异议。我不同意。苏玉，这是我跟你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你已经有许了，还有个会生儿子的小三，你的偏心眼也长得很好，难道还要跟我抢瑶瑶吗？放心，不跟你抢。还有，离婚之后不要再出去说你曾经是傅太太，我会对外宣布，我儿子根本没娶你，女儿也不是跟他生的。
我没意见。于言，这就是你为之付出这么多年的家，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没什么，谁年轻不犯点错？还好，及时止损。你别碰他！该是你别碰我才对。于言，其实我不可以欺负我妈妈。瑶瑶，爸爸没有。你有的。瑶瑶，你不要爸爸了吗？傅之恒，身为丈夫，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身为父亲，你更不称职。你的选择也从来都不是我和瑶瑶。你现在装有良心，不觉得可笑吗？慢着！还有什么事？我要检查看看你都拿了些什么东西走。不要！苏玉叶，你竟然偷拿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你是个变态吗？爱藏我儿子到这个地步了！苏玉叶，你竟然偷拿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你是个变态吗？爱藏我儿子到这个地步了！于音，你别误会，也别拿这种深情的眼神看我，你们好像都弄错了。弄错了？我跟傅之恒是正常婚姻，且他为过错方。女儿的抚养权归我，她的存款我要一半，这套房子归我，车库里停着的8辆豪车归我。这些衣服是我替你收拾。宋雨叶，你开门！这是我儿子买的房子，你开门！不要报警了，开门！气死我了！傅之恒，记住了，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否则我就起诉了。妈，走吧，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吵死了，把我瞌睡都吵死了。瑶瑶可以陪妈妈睡。有瑶瑶在，妈妈一定可以睡得很香的。先去帮妈妈暖被窝吧，妈妈马上就来。还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每次在你难过的心脏绞痛的时候，你都喜欢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双手会紧紧捏成拳头。哭吧，没关系，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求你！我在。我以前觉得我绝对不会后悔，可我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妈妈唱歌好好听。于音，你这么多年没说过话，现在复出唱歌，状态怎么样？你听我唱了这么多首，你觉得怎么样？棒极了！那当然，我妈妈最棒啦！之恒，你带我来这里干嘛？接下来有巡回演出，你不需要先练习吗？
你忘了？医生说我的嗓子现在还不适合唱歌，需要多休息。只是 KTV， 随便唱唱，不用担心。上次听到苏玉英唱歌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就不对，现在看来，她肯定是怀疑我了。如果你已经是这是小瓶盖的声音。海之恒，你看，有好多人的声音都跟我的像。只是像吗？对啊，当然只是像而已。我们走吧。苏雨嫣，又是你！苏雨嫣，又是你！傅先生，你来干什么？余音是我妻子，你一个外人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来？傅先生果然贵人多忘事，余音不是已经跟你开始走离婚程序了吗？还只是在走程序。更何况，无论如何，瑶瑶永远都是我的女儿。瑶瑶，想爸爸了吗？爸爸很想你，还有之前让你受的委屈，爸爸很抱歉。你可以原谅爸爸吗？如果妈妈原谅你，我就原谅你。怎么又是苏玉音？她的歌声为什么和蒙面歌后那么像？难道不止我一个人想要模仿她吗？余音，韩先生，哇，瑶瑶也在啊！早知道阿姨就把朗朗哥哥带来和你作伴了。我才不要跟他作伴。瑶瑶，要有礼貌。之恒，小孩子嘛，记仇是正常的。既然这么巧遇见了，不如热闹点，我们共用一个包间吧。余音，你介意吗？怎么，你是要跟我一起唱歌？怎么，你是要跟我一起唱歌，可以吗？你不怕的话，我们当然没意见。我怎么会怕呢？唱歌我还从来没怕过谁呢。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那我来点歌吧。余音，你想唱什么歌？我来点。我都行，那我就随便点了。苏雨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界上只能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像蒙面歌女。瑶瑶，你喜欢这个韩叔叔吗？喜欢。比喜欢爸爸还喜欢吗？不是同一种喜欢的喜欢。你呀，这几天你妈妈都跟这个韩叔叔待在一起。韩叔叔对妈妈可好了，还给我做了可乐鸡翅呢。不是教过你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韩叔叔又不是陌生人。像泡沫悬浮着，在风里小心穿梭。我也曾寻觅着爱情脆弱的野草。你走向它那一刻，我面跟着颤抖。你错过残忍的是没可能挽留。苏雨音，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连你唱歌的样子都这么像小瓶盖？听说他做的
的渐渐学我曾听出耳目的我够不着的烟火，偏偏它落在别人中走。那晚的风吹到今天都还未完头，才松开手。苏雨夜，你唱的越好，我越要毁了你。唱的好好听，妈妈跟爸爸合唱一首歌吧。瑶瑶，我好不好吗？妈妈，爸爸。好。把关于你绝口不提，他是否短暂爱过你？爱句子也分不清，他是麻木的。你会后悔吗？我从不欠你什么，如果你选择离开，我不会后悔。苏雨音，只要你现在服软，我可以不计较之前的事儿。总有人不住提醒，他不曾真的同情，你笑着说没关系，你都可以。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一句句都是我愿意。他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忆，你却激动不已。佩晨，该反省的不是你。苏玉音，别再作妖了，你能不能懂点事儿，给瑶瑶当个好榜样？又怎么了？你这好像真的有事儿。余音，瑶瑶，小瓶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说你不欠我，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傅之恒，你不后悔，可我后悔了。为什么？为什么跟他一起唱歌，我对他的熟悉感会这么强烈？就好像他就是小瓶盖一样。为什么？为什么跟他一起唱歌，我对他的熟悉感会这么强烈？就好像他就是小瓶盖一样。看，我给你唱歌吧。好啊，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我们是朋友，请和谁逢场作戏，可是遇到委屈。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那片闪耀的舞台。每提喜欢你，一句句都是。我是否回忆，你是激动不已，他字字回避着话题，放下热情的剧情。我说是为了他，只因为他离散了从前。感受我情绪你无法一直放任他，放假是成自己的傻逼。苏小姐，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他值得，带我进去。傅先生，这位苏小姐天生养疾，是新来的护工。你说你爱他，可他没管。哇，爸爸妈妈唱歌都好好听啊！于夜，你唱歌确实好听，跟我的声音也好像啊。我的声音是与生俱来的，要说像，那也是你在模仿我。之恒，你可以为我作证，我从小唱歌就是这个嗓音吧？
我还能作证，我们余音唱歌一直是这样的。我们余音，苏雨音，你跟我还没离婚，就跟别的男人这么暧昧了吗？而且还把女儿也带在一起。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先给别人儿子当爸爸的，不是你。你非得翻旧账是不是？哼，理亏就说我翻旧账，当着女儿的面，我不想跟你吵。好，很好，你不跟我吵，你就……妈妈、爸爸，我的喉咙好痛啊！瑶瑶，你怎么了？你别吓妈妈！妈妈、爸爸，我的喉咙好痛啊！瑶瑶，你怎么了？你别吓妈妈！瑶瑶，好疼，好疼啊！快送瑶瑶去医院！该死，竟然被那臭丫头喝了！是你？什么我怎么了？跟我去医院，这些果汁我全都拿去化验。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她有没有事？她喝的果汁里含有大量让人致哑的药物，还好喝的不多，已经进行了催吐和治疗，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影响。致哑药物？是你，余音，你怎么能冤枉我啊？那是你订的包间，我进去才多久，我怎么可能给你下药啊 ？KTV 那种地方本来就乱，你还把自己的女儿带去，现在出了事儿就找人背锅，我之前没想把你怎么样，但你伤到我女儿，我不会放过你。我之前没想把你怎么样，但你伤到我女儿，我不会放过你。志恒，他打我。余音，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佩晨他……事情还要调查吗？你没听医生说吗？这致哑的药物，除了许佩晨，还能有谁想要让我变成哑巴？你冷静点。瑶瑶受伤，我也很难过。你也很难过。我和瑶瑶都不需要你这种口头性的难过。瑶瑶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在所有你冷淡我、误解我、怨恨我的日子里，都是她陪着我。你现在跟我说，你也很难过，你真的懂我的难过吗？志恒他是瑶瑶的爸爸，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佩晨，志恒，我不想看他这么误解你。闭嘴！许佩晨，你给我下药，就说明你慌了。那你就继续保持你的惊慌害怕，因为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会泡汤。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和瑶瑶一个交代。雨夜，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滚！你真的懂我的难过吗？这致哑的药物，除了许佩晨，还能有谁想要让我变成哑巴？我和瑶瑶都不需要你这种口头性的难过。回首还没回头，泪水比我坦诚。瑶瑶的事，佩晨的确有最大的嫌疑，可是我的小瓶盖不可能是这么恶毒的人。你又到底是谁呢？这些年，难道你一直都在假装哑巴吗？副总，您吩咐要找的医生带来了。傅先生，你的眼睛真的好了，太神奇了，恭喜啊！当年很多医生都断定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看见你，
这也算是奇迹了。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有件事想问你。你想问苏玉英小姐的事儿，对吧？其实，你眼睛能复明，跟照顾你的人是脱不开关系。你还知道什么？当年我有嘱咐过苏小姐，配上正确的按摩手法，每天坚持，是有机会达到手术条件的。只是机会渺茫，有些事情坚持1天、10天、半个月都好坚持，但是1年、3年、5年就不一定了。他应该每日为您按摩了很长时间吧？整整6年，从来没有1天间断过。苏小姐真的很爱你，爱我？不是爱你，怎么会做到这么细致？当初她看见您自暴自弃，自己躲起来哭了好久。医生，当年你将苏音带到我面前，她是真哑还是假哑？我要听真话。苏小姐当年确实是没有哑，她知道我是您的主治医生，找到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您走出困境。您应该还记得，那个时候您排斥任何人靠近，苏小姐就想到假装自己是哑巴，跟您一样是残疾人，你果然就接受她了。她该不会装了7年的哑巴吧？苏玉英，你对我这么好，真的只是图我的钱吗？副总，我觉得您对少奶奶有误会，少奶奶绝对不是爱财的人。什么意思？这些年一直都是少奶奶在照顾您，您眼睛看不见，她将家里锋利的东西都收了起来，桌角啥的也都包起来。您不配合吃药，她就将药都磨碎放食材里，确保有药性，又不会影响菜的口感。这样之恒就不会磕到碰到了。怎么可能？这些明明都是我妈为我做的。你妈？副总，你真的信吗？你妈那个人，自私虚伪，拈轻怕重，干啥啥不会，指手画脚第1名。你失明之后，她来看过你几次，就连你的股份差点被夺，都是少奶奶去帮你抢回来的。虽然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她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伤。少奶奶，您还好吧？我这就去叫副总。不要告诉他，他会担心的。不过还好我守住了之恒的一切。是余音回来了吗？副总，你听错了，她又去哪儿鬼混了？真以为嫁给了我就万事大吉了吗？他真的是蒙面歌后吗？不知道，声音真的好像啊，连唱歌的姿势和小动作都一样。苏玉英的，不过她也挺惨的，她老公好像不要她了。哎，是啊，前几天才刚检查出怀孕，这男人啊，都没一个好东西。你说什么？她怀孕了？她真的是蒙面歌后吗？不知道，声音真的好像啊，连唱歌的姿势和小动作都一样。苏玉英的，不过她也挺惨的，她老公好像不要她了。哎，是啊，前几天才刚检查出怀孕，这男人啊，都没一个好东西。你说什么？她怀孕了？是啊，都2个月了。是那天她在手术室。我看见妈妈进去的，医生叔叔还问她后不后悔。难道？
跟我来。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我不上车！我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到底什么事？你要带我去哪里？我还不至于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下车。回家来干什么？你还有东西落在里头吗？进去。别动。你别动，我来。走吧。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反常？回家说。现在可以说到底有什么事了吧？瑶瑶她好些了吗？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乔年在陪着她。那就好。下药的人我已经找到了，还没招，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告诉你。好。我去见了最开始的主治医生，你还记得他吧？他都跟我说了，你根本就没有牙，所以才来找我算账，要我赔你欺骗费。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无情的人。我曾经以为你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假装成哑巴，陪在我身边整整7年不说话？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现在只想跟你痛痛快快的把婚离了，财产和孩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解决，我就要去过原本属于我的生活。解决？你解决得了吗？你什么意思？回来。演吧，演吧。财产和孩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解决，我就要去过原本属于我的生活。解决？你解决得了吗？你什么意思？真是演吧，演吧。不知恒，你疯了！我看着你，别像软化症。疯了！你真的是疯了！如果你查到我怀孕了，就也该查到我把孩子打掉了。别说的，我要亲眼看到真相！孩子也是我的，我有知情权。可以去爬满，可以去验血，可以去做 B 超，我为什么要当着你的命运？韩乔年，韩家财团的小儿子，以他的能力，要帮你做任何假都可以。什么？唯独这个，就在我面前，他绝对真实。死了这条心吧，我不可能照做。听话。让开！我说让开！叶雨，是孕吐，爹，你骗不了我，你没有流产，孩子还在你的肚子里，他还在。不知恒，孩子不在了，不在就是不在了，你现在在这装什么深情？好，我成全你。朗朗才是我儿子。爸爸，松开！你不愿，那就换种方式。
你一定要逼我吗？你一定要逼我吗？既然你问了医生，就应该知道，这些年我为了你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你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我只是想知道孩子还在不在。从你在瑶瑶和徐朗之间选择维护徐朗的那一瞬间开始，我肚子里的孩子不管是打掉还是生下来，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云云，我让开。抱歉，我有一个从小就很喜欢的女生，她叫小瓶盖。布丁哥哥，你放心，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把你从孤儿院接走的。那我一定带你一起走，我和你永远不分开。布丁哥哥，我给你唱歌吧。好啊，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听都听不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他唱歌很好听，在我与父母走失、刚入孤儿院总被欺负的时候，一直都是他陪着我，他就是我的光。可后来，他被收养的家人强行带走，我找了他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什么？直到蒙面歌后横空出世，我认出了他的歌声。你去找他了？去了，在后台的时候，我看见蒙面歌后取下了面具，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佩晨。我的面具中途掉过一次，看来就是许佩晨偷的，还刚好被傅之恒认错了。但我听到了你的歌声，跟小瓶盖的太像太像。你是他吗？但我听到了你的歌声，跟小瓶盖的太像太像。你是他吗？你为许佩琛举办的那场巡回演出，你会知道答案的。有一件事，我解释过很多遍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再亲口解释一次。当年给你下药的不是我，我查清楚了，是那个叫尔凡。本来他的计划都快得逞，但我突然出现。好了，你可以走了。副总，你已经在这坐了整整6个小时了。您不是一直不喜欢苏小姐，想跟她离婚吗？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您又舍不得了呢？我有舍不得吗？当初你向我求婚，说的是兴许100年，真没想到100年这么快就到了。原来这些年都是我错怪他了。副总，您是后悔了吗？你先出去吧。是。你为许佩琛举办的那场巡回演出，你会知道答案的，你会知道答案的。不管是什么答案，等到神秘歌后的回归演唱会上，就能知道了。知名歌手刚刚官宣复出，全网粉丝直接沸腾，热搜榜第一霸屏整整3小时。这一刻，多少人等了整整7年，他
真的回来了！一首成名曲天后，我们已经等了她整整7年，7年啊，家人们，多少人从校服等到了婚纱，蒙面歌后回来了，她回来了，回来了，我等到了，她真的回来了，姐回来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真正的歌后。为了仿制这个面具，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许佩晨，看来你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苏雨嫣，你来了！你听，听听外面的欢呼声。名利、金钱，所有人爱慕的目光，我全都能拥有。你根本就抢不过我。你就这么确定吗？没看出来吗？我已经万事必备了。没看出来。蒙面歌后的复出场，才不会让别人为他准备舞台。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苏雨嫣，你陪了之恒这么多年又怎么样？你给他生了个女儿又怎么样？只要我回来，他的眼里就只有我。我还第一次见一个小偷把偷来的东西说的这么理直气壮。你说谁是小偷？你不是小太高，更不是蒙面歌后。你胡说！我就是。不，你不是。为什么这么笃定？是知道小瓶盖，也知道蒙面歌后，他唱歌的声音还和蒙面歌后那么像，该不会就是……我看到蒙面歌后已经死了。慌了？我才没有。天后这首歌是蒙面歌后的成名曲，也是小瓶盖从小给傅之恒唱的歌。那些忠实粉丝还有傅之恒是绝对能听出原版和模仿者唱的不同。你觉得你能蒙混过去？我说了，我就是。我跟之恒有着从小相依为命的情谊，你恨我，要打我，无话可说。苏雨嫣，你在干什么？苏雨嫣，你在干什么？我说了，瑶瑶的事我会调查清楚，会给你一个交代。你就非得来找赔钱的麻烦吗？我找他的麻烦。之恒，你不要怪雨嫣，都是我不好。我明知道你结婚了，有孩子了，我还是忍不住回国想要看看你，结果害得你和于嫣离婚。无论他怎么对我，我都会受着。是吗？那你最好都给我受着。这一耳光，是打你一回来就破坏我女儿和她爸爸的第一次见面。我是瑶瑶啊，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之恒，朗朗从出生就被人嘲笑没有爸爸，你可以帮他扬眉吐气一次吗？朗朗才是我儿子。这一耳光，是打你在医院污蔑瑶瑶说，可你再怎么嫉妒，也不该教唆一个小孩子帮你说谎啊！让他在那么害怕妈妈生病的情况下，还被爸爸误解。
这一耳光，是打你让瑶瑶对父爱几乎绝望。原来傅瑶瑶才是没有爸爸的那个。我曾经以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可你不认我，我也不要认你了。够了！够了！我打的是他，骂的其实是你。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傅之恒，你会在这儿守着他唱歌吧？当然会。很好，我很期待当他开口的那瞬间，你会是什么表情？之恒，他把我的脸都打肿了，这样一会儿我怎么上台啊？你有面具啊，戴着吧，遮住。之恒，瑶瑶差点出大事，她情绪过激了些。好吧，那我就不跟他计较。佩晨，一会儿你就要上台去和大家见面，还要唱成名曲天后了。是啊，怎么了？你真的是蒙面歌后？我当然是啊。之恒，你不要被苏玉英骗了，她的话不能信的。他只是不甘心失去你。之恒，我会用歌声证明，我就是蒙面歌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好久不见，一首《天后》送给大家。
是小偏干吧？终于找到借口，趁着最伤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只有寂寞才无止境，一诉的太过，我大雾让人更喊卡。不是这个声音。坠入水中，水位先让情绪流，坠入雨冰总是我双脚全裸。不对啊，这不是真的蒙面歌后。会不会是过了这么多年，他生疏了？不会的，蒙面歌后的专业水平毋庸置疑。这是个假的，假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假装蒙面歌后？不可能啊！我就是学的蒙面歌后的声音，他们怎么可能发现我是假的？在意爱抚我轻轻剪走，在记在所有和笑着酒。不知道，许培丁不是小瓶盖，许培丁不是小瓶盖。别走！我记住你的爱情热血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狂，我嫉妒你的爱情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这才是小瓶盖的声音。快关掉！我才是蒙面歌王，我才是！谁逼我卖？快打开啊！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换不同我是是蒙面歌后的歌声啊！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别波动却仍平分小众。我情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要的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是雨夜，是雨夜，他是雨夜，小瓶盖是雨夜。只真的摘下来，让大家看看你是谁。就是这个人，号称蒙面歌后，就是他！都去看心思。要雨夜，雨夜，雨夜！
雨雨，你等等我。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我和你永远不分开。布丁哥哥，我给你唱歌吧。沉默留在无处的角落，你说的太少和太多，都会让人难过。谁愿有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曾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倾将所有话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虹，像个人自由的天空途中。等瑶瑶长大了，也会像妈妈一样唱得好听。有人唱才显得多么粗。不知道我爸爸有没有和好。等到你晚风我爱很少烟火，等你我在我身因为我们都有错。我来了。布丁哥哥，你好。雨夜，真的是你？是啊，真的是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一直在找你。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许佩辰了。那是因为我把他错认成了你。雨夜，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们不要离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重新开始。对，重新开始。傅志豪，你后悔了吗？我后悔了，我早就后悔了。当年我们俩被迫分开，我好努力，好努力的成为没有一歌手。我等了好久，真的好久啊，一直都没有等到。我甚至担心你是不是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一直都有在找你。后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躲在病房的角落，眼睛看不见。那就是傅先生，1年前车祸伤了眼睛，总裁位没了，女朋友也跑了。布丁哥哥，小瓶盖来找你了。失散之后，滚！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滚！都滚！你又变成像小时候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想要陪着你，
你眼睛看不见，我就再也不说话。苏小姐，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他值得，带我进去吧。我用心体会你的苦，我坚信自己能带你走出来，因为你是我的布丁哥哥。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哪怕你误会我、曲解我、冷落我，我从来不后悔为你做的所有事，为你放弃的一切。可你竟然跟我说，你不欠我，你也不会后悔。我从不欠你什么。如果你选择离开，我不会后悔。原来是我错。余音，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决定离婚了。不，我不同意，会有办法的。余音，你要我做什么才可以原谅我？你不能不给我机会。我是被许佩辰骗了，我是为了找你啊。真的是为了找我。许佩辰有很多破绽，他不敢跟你聊小时候的事，他不敢在你面前唱片话，他甚至都不敢喊你一声布丁哥哥，因为他怕传染。而你急于想要找到小瓶盖，真的是必须要找到那个人，还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给你当慰藉就好？余音，别再说都是为了我了，傅志恒，你爱的真的是我吗？好聚好散吧。余音，我不想将记忆中有关布丁哥哥最后一点美好的记忆也都消散。别动，否则我杀了你！许佩辰，没错，是我，苏雨嫣。原来你就是蒙面歌后，你就是傅志恒一直在找的人。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一切。你妄想霸占属于我的东西，还反过来怪我毁了你的一切。只要是我看上的，它就是我的。苏雨嫣，如果我早点弄死你，现在的我就会享受所有人的痴迷。现在也不晚，只要你死了，一切就都解决了。不要！只要你死了，一切就都解决了。不要！志恒，你没事吧？我叫救护车，你现在就叫救护车。雨嫣，你在家别乱跑，不要管我，也不要担心我，我要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你给我回来！傅志恒，布丁哥哥。傅志恒，傅志恒，你回来了！你想的重不重？你去哪儿了？到底去哪儿了？我去找
许北辰了，他和一直帮他作恶的前夫都被抓了，以后他们再也不可能伤害你了。你，我不会再让有任何威胁得到你的人存在。我是混蛋，对不起。傅志恒，雨音，你要离开我是对的。过去的事已经都过去了，你别说。让我说完。我怕以后我就没机会说了。你别胡说，傅志恒，你别吓我！我一直在找小瓶盖，对你的付出不放在眼里。其实我想过自己会后悔的，却没想到代价这么大。对不起，老婆。傅志恒，你醒醒，你醒醒！我说要你死，我不要你死！傅志恒，你醒醒，你醒醒！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你给我起来！雨音，小瓶盖。傅志恒，你醒醒醒醒！没事，这条命还在，你不用这么担心。你疯了吗？明明都已经受伤了，还去追许佩辰，你不想活了是不是？我当时没有想别的，就是想着一定不能让他跑掉，我得抓住他，否则万一他以后再伤害你该怎么办？无论如何，傅志恒，以后我不许你再做这么莽撞的事情。我们之间还能有以后吗？我们我剩留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吗？我买了明天去国外的机票。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傅志恒，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且我并不打算复婚。那我当你的保镖，可以吗？你出国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机会见面了。那在你出国之前，我想给你做一次饭，可以吗？那在你出国之前，我想给你做一次饭，可以吗？不可以。你照顾了我那么多年，为了我，
整整7年没有说话，可我却没能为你做过任何事情，连扫把倒在地上我都不会扶一下。如今，让我试一试做家庭主妇的滋味，让我切身体会到你有多不容易，可以吗？傅志恒，算了吧，你为我豁出性命，我很感激，但错过就是错过，我们没有机会。我不求你给我复合的机会，我只希望你能够吃一顿我做的饭，这样都不行吗？这顿饭早该为你做的，晚了这么多年，我很抱歉，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吗？好。雨音，这房子是你的，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有指纹。我要出国了，这房子留着也没什么用，留给你吧，把我的指纹也删了吧，我已经不是女主人。你永远都是，除了你，再也不会有别人。傅志恒，我跟你已经……就当是留个念想，可以吗？换上吧，会比较舒服。你曾经说过喜欢这种情侣款式，我都记着，就买了。你曾经说过喜欢这种情侣款式，我都记着，就买了。那都是过去的喜好了。可我过去却没有满足你。你先坐着看看电视休息会儿，我去做饭，马上就可以吃了。这些水果和零食全都是我爱吃的，电视里也是我爱看的。傅志恒，我曾幻想过无数次，有朝一日我们会过着这种静谧的生活，没想到竟是以这种方式实现。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雨嫣，你快去坐着吧，饭菜马上就好。你根本就没下过厨，还是我来吧。说好今天是让我做家庭主妇，体会你的辛苦，必须得我来。你这又是何苦？你明明知道，就算你做出满汉全席，也无法挽回了。我知道，我没有奢求，我就只是单纯的想为你做一顿饭，你相信吗？谢谢。我给你带去那么多伤害，你跟我说谢谢，我这心里真是……没什么，不喜欢我不是你的错。我喜欢你，雨嫣，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于毅，我喜欢你。今晚还能吃上饭吗？要不……可以的，你去坐着吧，我来做。你确定可以？当然，相信我，今天一定会让你吃到可口的饭菜。
开饭喽，余音，快来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看，5菜1汤，我说过不会让你饿着吧？来，先喝碗汤。我喂你。怎么样？好喝吗？还不错。真的吗？我第一次做就能做的还不错。不行了，别喝。要不吃菜吧？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怎么样，能吃吗？还能吃。这些菜你都别吃了，我重做吧。我答应他，给他一个机会。瑶瑶也喜欢他，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过得不好。你答应他了，也好，也好。时候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这么快？傅志恒，过去的事情已经都过去了，以后我会过新的生活，希望你也能过新的生活。再见。余音，还有什么事吗？再抱你一次可以吗？不了。你还是恨我、怨我，对吗？不恨了，也不怨了。当我看见你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时，我对你的那些怨念就都消散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余音，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去释怀。不恨了，也不怨了。当我看见你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时，我对你的那些怨念就都消散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余音，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去释怀。对不起，放过我吧，我不想再恨你，同样也不可能再爱你了。好，我知道了，我不会再打扰你。为了我这个混蛋，你辛苦了这么多年，你说吧。没什么，好歹练就了一番厨艺，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说起来也是你的功劳，谁让你的嘴那么刁？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不用道歉了，用这扇门断绝我们的关系，挺好的。再见。好，再见。韩秋年，苏玉音既然选择了你，你就一定要对她好，不可以欺负她，否则，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不会放过你。放心，苏玉音，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也是，谁会像我这么混蛋去欺负她？
雨言，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吗？他在或不在，跟你都没关系了。傅之恒，余生再也不见。对不起，雨言，我错了，雨言。